我们来到了中国最冷的城市根河市，冬季时这里的最低气温能达到-58度，堪比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这个城市想必很多人没有听过，它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和中国最北的城市漠河一样，都地处大兴安岭腹地。在2009年12月31日，根河市测得有记录以来最低气温-58度，这一记录保持至今。根河被称为中国冷极，这里全年平均气温-5.3摄氏度，每年的无霜期约有70天，冻结期在210天以上。讲个有意思的事情，在中国北方，因为天气寒冷，城市采取集中供暖，大多数城市的供暖期在4个月，而根河的供暖时间从9月1日到次年的5月31日，每年供暖时间长达9个月。冬天时，这里的室外温度能达到-50度，室内供暖会有30度，室内外温差达到80度之大。在室内打开窗户，就能看到室外冷空气的入侵。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明明漠河的纬度更高，为什么根河的气温会比漠河更冷？主要有2点原因。第一是海拔，根河的海拔是700米，而漠河海拔仅为400米。第二，则是因为根河地处迎风坡，受西伯利亚寒流的影响更大，飞起无人机就能看到整座城市被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所环绕。根河虽然地理位置非常偏僻，但是和漠河一样，这里有不少的居民，大多数居民从事的都是和林场相关的职业。目前根河还有12万常住人口，无论是体育场、商场、市场、居民区，应有尽有。根河边上还有一个滨河公园，如果是夏天来，这里似乎和内地的城市没有区别，但是冬天来到这里，你就会发现这个城市自然环境的严酷。整座城市在冬天都被大雪和厚厚的冰层所覆盖，除了几条主干道，城市的道路已经和冰雪融为一体。尽管户外很冷，白天时城里还是人头攒动。我们去探访了当地的市场，和东北其他地区的市场一样，所有的物资都是露天售卖的，各种蔬菜海鲜都需要冷藏。为了蔬菜水果的保鲜，当地人还把新鲜蔬菜水果用厚厚的被子覆盖着，牛奶在户外冻成了奶块，各种鱼类海鲜随意的摆放着，不用担心腐败的风险。因为地处大兴安岭地区，市场的一大特色就是大兴安岭地区的特产，各种菌类、榛子、松子儿、果子应有尽有。第二天，我们去探访了根河的奥鲁古雅石鹿部落，这里是鄂温克族的聚居区，他们是中国最后的一支驯鹿部落，部落里还有近1000只驯鹿。在清朝时，鄂温克族还保持原始的生活方式，他们吃兽肉，穿兽皮，居住在白桦树搭建的小屋，战斗力彪悍，是清朝的王牌军队索伦3部之一。现在他们仍旧生活在这片区域。虽然是中国的极寒之地，但是根河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城市。下面就跟着文涛和狒狒开始今天的旅程吧。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现在在中国最冷的城市内蒙古呼伦贝尔的根河市。我们今天准备逛一逛根河的市区，看一看在中国最冷的地方人们是怎么生活的。那现在我们来到了根河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冷极塔的前面，这一片呢是根河的算是一个迎宾广场的位置。这个塔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最低温是到-60度，最高呢是在50度那个标度那个位置。因为呢根河曾经测出过中国最低的温度-58度，所以呢这边的这个温度最低给到了-60度。我们现在过来的这个季节已经到3月份了，而且呢这会儿是上午的11点，就是比较热的时候。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温度是多少啊？大概是在-16那个位置，16、17那个位置。大家能看到那个蓝色的那个箭头吗？-10和20中间的那个长格就是-15的位置，比-15还要再低一个短格的刻度，应该是-16度。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啊，看外面的气温是-22度。这会儿是我们早上7点多醒来，到现在已经过了4个小时了，这会儿温度涨到了-16度，就感觉呢，全身没有风的情况下啊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手在外面
因为我要拍摄哈，我戴了一个手套，这个手就还可以，这个手在外面时间长了还是会僵，还是有点冷的。狒狒这个鼻子下面就已经冻成霜了。说那这个地方河几月冰化啊？这个冰啊，嗯早呢，雪那么深还化冰。这河能冻几个月？9个月？我们这嘎达就3个月不暖和天都。哦，3个月。 6月1号给气儿，哦停气儿。对。9月1号给气儿。家也不种地，你种不了，就能种点土豆，栽点白，再种点白菜，别啥种不了。这儿只能种土豆和白菜啊。是因为太冷了啊。冷，这气温暖了，就3个月呀。对对对。 3个月开始还不是那么暖和呢。那点青菜能种不？就种点白菜啥能？那玩意儿干家伙的。长得快那种行啊。对。这嘎也不种地不，我这嘎全指树是吗？叔叔，根河的房价贵吗？不贵。多少钱呢？1000多块钱吧，一平方。啊，1000多。1000多啊。那我们昨天晚上来，在这儿找饭吃，感觉这边物价贵呀。物价贵。对，我们家全都是外地拉进来的。都是游客炒高的。贵。比漠河。粮食、粮油啥的差不多，肉啥的，就是这些菜类，全都是靠大车搁外场进。对对对。 搁南方拽过来的哦，南方拉过来的菜啊，有的那运费比菜还贵，你知道它咋么样？那比黑龙江还贵呀，黑龙江贵不也拉过来的吗？比黑龙江贵。哎，那过年那黄瓜啥的，韭菜啥都10多块。哦，那贵啊。那贵。都是现在那韭菜6、9块呢。 9块。现在那茄子，6块。哇，那个韭菜9块真是贵呀。 啥就10块、11、12的。说那家里面暖和哈。家里面有多少度？都30来度。哇，都穿半袖，屋里头。开窗吧，有时热大劲儿得开窗。穿短袖哈。穿半袖，穿线裤就可以。我们住的酒店也特别的热，我们俩热的受不了了，难受啊。对。晚上出汗呢，难受。对，出汗，但出来就特别冷，这温差。我们在酒店开个窗户，进来的寒气。这地方吧。 你看冷了，屋里暖。说根河有多少人大概？能有个3、4万人啊。3、4万啊。早先7、8万都走了。有的退休的儿女啥搁外边，人都想着看冷。去海南了。都走了，都不在这了。我说那这个地方有啥产业啊？大家干啥呀？没啥产业。咋挣钱呢？就是早先就是林业。林业啊。也没别人啊，人早先都是林业工人。那工资有多少啊？ 工资现在这不都这林业一干啥了？就国家该退休了，给你开点工资了，开3000、4000的，是吧？拉倒了。那年轻人干啥工作呢？哪来工作啊？也没什么厂矿，没啥，哪来工作啊？对。感觉这年轻人打工去吧，出去上外厂打工去吧。所以这个城市流失的人都是年轻人哈。现在年轻人都不在这都走了。太冷了哈。在外头打完工就在外头，有的搞对象了，人就搁外不回来了。对，不回来了哈。这玩意也没啥产业，你回来干啥了呀？是。咋生活啊？对。挣钱也没啥挣去。都是林业哈。林业这也不让采了，不让采伐了。停了。说那这旁边我看那些平房，他们怎么取暖的呀？平房啊。对。木头的是。木头哈。就都往这一点烧木头。 那烧木头，它那个是有火墙，对，火墙哈。叔叔，那咱这个住在市里的人，那个暖气费怎么收呢？暖气费1平方是35吧？就是9个月的费用，对，乘1平方是吧？暖气9个月，35，100平的房子就得3500呢。那当然了，我那90来平的房子还3000多。 刚刚我们在这里碰到了一位本地来这儿散步的大叔，他跟我们聊天说起这个根河市每年的供暖长达9个月，而冰冻期长达7个月。也就是说呢，现在我们脚下踩的这些厚厚的积雪，以及旁边这条河叫根河，根河里面厚厚的冰，差不多到5·1以后才能融化。到了10月份、11月份那会儿，就全部又上冻了。 每年呢，这里的夏季短暂又凉爽，而冬季却严寒又漫长。
我们昨天晚上在根河市区找餐厅吃饭的时候，就发现啊，这个根河市的物价还是比较贵的。这边的餐厅就是同样品种和规格的食物，都要比隔壁的黑龙江省贵出1.5到2倍的价格。那刚刚那位叔叔也给我们介绍了，这边过年的时候，像那种韭菜呀，还有一些西红柿呀，这种不太耐放的蔬菜，单价1斤都要在12、13块钱了。本地呢，主要的产业啊，之前就是以周围这个大兴安岭的林业为主。那现在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工作岗位，所以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见到的年轻人非常少，主要就是以40岁、50岁往后的这个中年人以及老年人为主了。那这边呢，刚叔叔介绍呢，也种不出太多的这个蔬菜来，主要是土豆和白菜能多一点，因为这边呢每年只有6、7、8这3个月土地是可以种东西的，其他季节全都是像现在这样子，千里冰封起来了。我们现在往这个塔跟前去走一走，看一看。我的天哪！我现在又难以想象哈，这个温度在过年那会儿，在零下40那个时候是啥感觉？因为对我们俩来说，我们在东北已经待的时间挺长的了。说实话呢，清早起床零下22度时候还是有点冷的。那个冷是什么感觉啊？我们早上，因为房间里就是洗完澡之后有点闷热，我们俩把那个窗户开条缝，瞬间就有大量的寒气，就明显能看到它是那种像水蒸气那种形状的，就涌进来了。而且呢，我早上从酒店出来之后，我的鼻子里面全是小碎的冰渣，鼻孔这个边边都有白色那个霜了，已经很冷啊。这个冷积塔的位置呢，就在根河的刚进城的位置，是城郊，旁边呢是一条河流，我们不知道这个河的名字。然后那个大叔说这个也不叫根河。然后沿着这个河旁边呢有一个滨河公园吧，是供当地人休闲的，但现在全部已经被雪覆盖着了。就这些松树这些地方都属于是滨河公园，当地人就哪怕现在的这种天气下，还有好多人在这遛弯。夏天的时候应该还不错的，但现在这个冰封着，实在是有点。我刚才看了一下地图，这个河就叫根河啊，真的叫根河。对，然后根河的源头就在我们去的那个中国冷极村的附近。根河源就是在我们这盘山上快到山顶那个位置。对，看这雪超厚，现在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已经被很多人踩了，没被人踩过的就不敢走。看，哦，哎呦我天，慢点，基本上就可以到小腿的位置了。是的，那我们现在带大家去根河的市区去转一转，因为我们俩这次来之后啊，基本上在酒店的附近活动，我们还没有到过根河的市中心，咱去那儿看一看吧。再给大家看一看根河有多冷啊！我们平时关门都是正常的，结果现在呢，我们关门准备走呢，看四个门3个没关上。我们其实已经很大力的关了，对，它总是有冰或者怎样，就口不掩饰，太搞笑了。大家可以看，我们真的4个门全关上了。对啊，而且我们家以前那个 A4，每次轻轻一甩，它就关上了。到这儿之后呢，这边这个车门就怎么甩都关不上，每次我就需要特别大力的。啊，这个关上了，这个关上了，现在剩2个了。我下去关门去吧。大家看一下，在根河飞无人机什么体验？无人机就这样子狂叫，飞了大概普通呢，在内地能飞半小时的电池啊，在正常温度下能飞半小时的电池，现在只能飞个15分钟到20分钟。而飞机一直在提示低电量，就是让大家缓慢行驶、缓慢飞行。然后回来之后呢，又狂叫，我都没有听过这种声音，反正很恐怖。在极寒下飞无人机啊，真的是一种挑战，而且无人机的性能就大打折扣。大家如果来到这种环境下飞无人机呢，最好就多备几块电池。我们俩现在已经来到了根河市的市中心，这边有一个龙凤大厦，后面是爱民市场。我们俩在这个根河市转了一圈啊，发现这块人是最多的。刚刚我们打听了一下本地人，这块的确是整个根河市的 CBD 了，商贸中心。我刚看了一下，对面主要是一些
像那个卖衣服的、卖鞋的，还有一些小吃店，还有就是女孩做美甲、做头发的那些地方，有点像格子铺那种小店。那后面这边你看，这个龙凤大厦好像是一个比较大一些的一个商场。你看里面有那个金店、化妆品店，也有服装店。咱们去那边看看吧。走。大家看一下根河市的市中心哈，都已经这个季节了，这边这个雪堆得老厚了，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天气升温之后啊，它这个雪白天就融化了，全成这种水了，然后晚上又冻成冰。你看这边，像这样的，根本就不敢踩，这踩了你穿啥鞋都是个滑。就这种冰溜子。我们俩的车呢就在那边停着，我们俩刚刚看这儿有个位置，想从这儿出。根本走不了，我滑上去之后，我瞬间就往后仰，太难走了。我们在根河几天了，这见到人最多的一天，超热闹，各种叔叔阿姨都来这边采购东西。今天还是个周末，人特别的多。这种小城市就是什么都集合在一起哈。对，你看那边卖吃的的、卖五金的、卖衣服、服装的都在一块儿。没有区分的很明显。你看每一个人走路都小心翼翼的，包括车，慢一点啊。这敢走吗？这儿敢走，慢点儿。满城都是这种冰溜子。我们昨天走在路上，还有好多冻土的地方，特别难走，那路都是波浪起伏的。你看人家这儿，这是啥东西？都用这个泡沫裹着。是个收费站吧？这种卖皮草的，这是农贸大市场。每个人走路都特别的滑，都是小心翼翼的。当地人走路都这样子。我们现在来到了根河这个市中心的商场旁边，有一个商业街，所以带大家看一看。这满街都是卖冰糖葫芦的，太热闹了。哎，这边是一个。我还不知道怎么定义，反正这两边都是商铺，这个路还蛮宽的。前面好像有农贸市场，我看全是车拉的东西。对，去看看去。台球入口。哎呀妈呀，好吃的真多！煎饼果子、炒冷面、手抓饼。哎，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声音特别像咱们小时候看那种90年代那种电视剧里面那种叫卖声？有。煎饼果子。烤冷面，挺好的。手抓饼，这个真的有语言天赋，学语言超快的，人学别人的调调。这边好多露天的哈。哎呦喂，铲垃圾呢！铲垃圾的。这啥玩意儿啊？哎，黑列巴。俄罗斯风味黑列巴。这黑面包啊。这冻得跟砖一样。是吗？真的砖块儿，冻成跟砖一样了。一个多少钱，帅哥？咋卖的？12块钱仨呀？比我们昨天买的还便宜。你自己做的吗？外地加工厂做的。哦。俄罗斯做的，这个外地真外啊，俄罗斯的。4块钱。那等会儿买。转一圈回来，还有菠萝。这边菠萝都是放温箱里面卖呀。对呀，放外面就冻了。妈呀！哇，好多鱼呀！要啥鱼？这是什么鱼？鲫鱼。对，这鲫鱼挺大呀。大哥，这鱼是你们这河里的吗？对，看多新鲜。挺新鲜，我们过来玩了。现在那个河凿开多深就有水了？这个我们真不知道，走20-30公分吧。哦，最少。河那老厚了。多厚，大哥，给我比一下。咋也得这样式的。最少得这样。那现在这季节河面上我们敢下去走吗？没事，现在没事儿啊。大哥，你们冬天用什么捕鱼的？这个还真不知道。大哥不捕鱼。大哥不捕鱼。对。大哥是卖鱼的。卖鱼。我们转转去。行，转转去。转这个。那是蘑菇吗？那是挂的呢？哦，野蘑菇，去看看吧。好，走。看一下这个。慢点，地滑得很，别跑。哇，这么多蘑菇呀！我们看看，我们来旅游的没见过。大哥，这都林子里的是不？
野蘑菇，野蘑菇看，晒干之后哈，那个晒干就没重量了，应该很贵吧？这个好像是普通的那个平菇啊，白蘑。白蘑。大哥，这白蘑咋卖的？90。啊，晒干没重量了，轻。这么多。这是拿水一泡能泡出好多来。是的，还有灵芝啊，这是。有，那是啥呀？干茯苓。干茯苓，也是做汤用的吗？不。将近7斤半，7斤多。我要7斤多。都没见过，这是什么？雪灵芝。哇塞！我不知道，我胡说的。都是山货。这是什么呀？灵芝，没见过吧？没有，就是灵芝，灵芝长这样的。我见过，我在新疆见过。灵芝，跟蘑菇还有点像呢。市场好玩啊！人参。这是什么参？反正就是参。这不是人参。西安的。这蛋糕都这样子卖。这都是冻着了，5块钱1兜。啊，没冻啊，这刚做的。旅游的。哦，拍一下就冻得真好。对。对。咸鸭蛋、馒头。我就到6楼。礼发领到，本店今日大补特价啊！这个厉害了，好多鱼啊！哇！这是什么？章鱼和那个就小章鱼。小章鱼。大章鱼。这是什么呀？小鱿鱼。我都不认识这个，我只认这个是鱿鱼。这是鱿鱼，对。哎，那个头特别大那是什么鱼？我不知道，那个牙好厉害啊！不知道胖头鱼是不是？不知道。哇！东北的市场太好玩了，全是些没有见过的东西，而且这边的市场主要以这个冻货为主哈，蔬菜、肉、水果全都万物皆可冻。老板也不在。这鱿鱼都冻着了，看看。哇，这是刚捞出来，还有软呢。这咋卖的？这是什么鱼啊？不是你的。哎呀，长得好可怕呀！一切新鲜。这是牛骨头，真大呀！啊，外地的。冷，确实冷。我们还特意挑了不是最冷的时候来的，都很冷了。冬天40多度下你来，你看啊，一会儿穿的在里面打透了。那你们40多度还出来摆摊不啦？那冬天40多度，这边人去哪买东西啊？超市。哦，户外就不摆摊了。冷，当地人也着不住啊。哦，这边草莓都盖着棉被卖啊。橘子也是，香蕉也是，韭菜全都捂起来。2块5的那个。韭菜多少钱？3块5。3块5。哦，便宜了。现在韭菜3块5。过年时候贵吗？过年12、3块。啊，这个市场真热闹呀！大哥，这没动哈，那我挑点儿。一收就行，一收3块5。没有坏，坏的一个不给你。啊，直接拿是吧？对，都是好的。大哥，你这橘子哪儿来的呀？这橘子都是。哎，我自己拿，你拿太多了。广西啊。纯砂糖橘。大哥，你们这个零下40度还出来摆摊不？零下40度没摆几天。没摆几天啊？那零下40度这东西不会冻坏吗？没有，都拿被捂着卖。哦，都拿被子捂着。这小美女。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这苹果哪儿来的呀？苹果也是湖北那边的。陕西的。河北的。草莓是辽宁的吧？应该是，应该是那边的。小伙子有草莓啊！这不会冻吗？我们这啥都不冻。我上次在漠河那买的草莓都冻了。是那样，你看现在冷了。啊。香蕉咋卖的？卖4块，就这串给3块5要的。就是这些了啊。我们在菜市场逛了一下，这边特别有意思，水果所有的水果都是用被子捂着卖的，
为了保暖，要不然很多水果冻坏了，尤其像那些草莓啊这种东西。而且菠萝呢，它是放在棚子里面，就一个小暖棚里面卖的，特别有意思。这边东西还行啊，不贵。我买了这么多，6块2毛钱，一斤3块5，买了这么大一兜。我想买一点松子儿，因为这个大兴安岭林区就产那个松子儿，买一点。但是他们说零下50多度也卖水果。哦，它就这样子卖的，很多草莓就在这样子遮着卖的。刚才那个大姐说让我们把这个橘子赶快回家放着，或者放到车里。她在现在这个零下10几度这样拎着，走时间长它就冻了。什么鱼？安康鱼。哦，安康鱼，对。安康鱼，这是哪儿产的呀？大连的安康鱼，没见过这种啊。这边拿起来看看，来，我给你拿。我不拿，你要拿自己拿。鱼冻着了，就这个。看，妈呀，好可怕呀！鱼，这个鱼的牙好厉害，看起来。而且鱼头好大呀！这个鱼要是做剁椒鱼头，全是肉。这鱼咋吃呢？炖着吃。这长这么丑能吃吗？咋不能吃？这鱼最好吃了。好吃啊！你吃鱼还要看颜值。长太恐怖了，那个牙我没见过，网上见过以前。那是海鱼吧？海鱼鲜活大虾。炖了吃。大哥，你这东西真全呀！这没有啥了，这少一多半儿都。啥都有啊。挺好的，直接大连拉过来，就在户外卖了。松子儿在哪有啊？这个阿姨户外卖豆腐，我说你这豆腐怕冻了吗？她说我卖的是冻豆腐。好吧。年糕、茶蛋。松子儿咋卖的？大的小的没年，大点的。大的35，100块钱3斤。啊。还有个这个啊60。这是炒过的。啊，对，干炒的那个。我看你咋嗑。哦，你这怎么是瞬间就1个小时嗑1斤多呢。哎，姐，你怎么嗑的？你这，你这瞬间就把那个仁儿全弄出来了。哎呦，这么多呀！没事多。那你别装多啊，我就要50的。我上回在那个黑龙江买了好多。老板，这是啥呀？这都是梅是吧？蓝莓哈。啊。我们不叫蓝莓。你们叫啥？才叫蓝莓。啊。都市，野生的都市。都市。野生的都市。都市。都市。它要比蓝莓强1000倍。哦。蓝莓是那边的养殖的，那是啊。哦。这是我们给你尝尝来。这是野生的，是吧？野生的酸甜，我先告诉你，抓一个吃，尝尝。花青素特别的多，纯天然的东西。啥特别多？跟那个冰糖葫芦一样，渣渣的。特别多啊。哦。花青素。这是松塔。你那个二维码在哪？这是松塔是吧？啊，松塔是这个小松子的松塔啊，是我们38里松子啊。这个里的是这个啊。这个松塔有几个松子儿？那没准，它分大小。姐，这是啥？甘茯苓。这是干嘛用的？养肝护肝的。哦。肝不好的喝，愿意喝酒的喝。养肝护肝啊。肝硬化的。泡茶的是吧？对，沏水喝，它丢了。这梨树都是山里面采的是吧？对，纯野生的。哦。提高免疫力啊，提高各种保证。我刚才在这儿买了50块钱的松子，它是60一斤，我买了大概是8两多。其实东北的松子啊，我们了解下来这个价格不便宜，我们那边也是卖个70多块钱吧，这边卖60差不多。但是东北的松子真是好啊！你看我们在林子边，这就是今年的新货，你看，就没有一个是陈旧的，而且都很饱满，很好。反正我觉得价格没有便宜太多，但是品质确实好啊。而且人家这边全都是大兴安岭采出来的，对对，特别的好，各种野果啊，各种还有这种坚果啊，还有蘑菇，对，特别的好。哎，这个是什么梅啊？这是啥呀？这是蓝莓吗？8块钱一斤，不是蓝莓，是臭李子。臭李子，说比的。这里面有籽儿。你吃，你把外边这个皮吃的，把那。这味道像那个，有点像柿子。甜甜涩涩的。
哎呦，这奶都冻成这样了。是吗？嗯，呼伦贝尔的奶啊。纯牛奶。嗯，呼伦贝尔的奶啊。妈呀，都冻硬了吗？我摸。这咋卖的？老板也没在。冻了，你看，你看这多硬啊！嗯。嗯，叫树莓。树莓啊！哦，树莓，咱们新疆喝那树莓汁。哦。对，你记得不？哦，忘了，喝太多好喝的。在那哪儿嘛？尼乐克。哦，我忘了。树莓汁。忘了。好吧。这松塔好大呀，这枣也好大呀。哎呀，太冷了。你吃糖葫芦现在可以买了。我们逛完市场了，哇，谁说这个没年轻人？很多年轻人啊！大哥，我们又来了。他昨晚上买了一个山楂的，再来个山楂的吧。可以，要山楂的吧？要个山楂的，5块钱那个就行。拿10家还拿1家去？打包吧。好。大哥，你们这个糖葫芦放外面不化，我们那边一热，那个糖就流下来了。你哪儿的？陕西的。陕西那个他们都用那个什么食品添加剂跟那个胶。哦。是，知道吗？我说呢，咱这个拿到屋里一会儿就化了，我们那个就还能保持一下。跟有胶那玩意儿。有胶啊。那个有食品添加剂，那胶要吃多了就不好了。咱这就是拿白糖熬出来的，是吧？冰糖啊，冰糖。嗯。我昨天跟大哥买，大哥说零下50度才出来卖糖葫芦呢。零下50度还出来？对。那大街有人不？当然有了，没人我2万一下。你们这儿都不怕冷啊？菠萝的，还有姑娘的。这小的是姑娘。姑娘。对。我昨晚就没听明白。姑娘。对，就是那个咱们这也是那个秧街那个。哦。南方总搁南方多。姑娘，还有那个又起种的姑娘。那个黑的是蓝莓。蜜枣。哇。还有那个豆沙的，我告诉你，豆沙的。啥样都有，我看还有辣条的。你知道这个啥的吗？山楂的跑。不知道啊。山楂压成片的。哦。没见过吧？天哪，东北真是大开眼界。你们糖葫芦，你们南方吃的糖葫芦一点都不好吃。我们那儿糖葫芦就2种，一个山药的，一个那个山楂的没了。对。咱那也有草莓的。那少。草莓的。嗯。哇，这还有造型呢，米老鼠造型。大哥，你太有才了。小蜜蜂的，哦，这是蜜蜂的，这是熊的，哦，还有造型的，哇，太可爱了。少多了。大哥，咱今年最低多少度？50多。50多度。50多。哇，厉害了。太冷了。拿出那水倒外头，开水倒外头，不超过2分钟就冻了。哇，那这边这个室内和室外的温差会达到80度啊，室内都烧到30度了。室外零下50度，50多度，50多度，最冷是达58、9度啊！哦，太可怕了，太冷了。走，那你说人这个脸会不会在外面冻住，回去马上解冻？哎，大哥，那你那睫毛会不会冻着？对呀。还有鼻孔都冻了，都冻了。那手的，你看我的手冻了一冬天，冻成啥样？哎呦，真的挺严重的，都已经肿了，真的挺严重的。哎呀，我们待几天都受不了，我的手都感觉冻肿了。大哥，那鼻孔冻住，呼吸还能呼上气儿不？不呼吸就完了，只能靠嘴了吧？我鼻孔都结冰了。那也没事儿，走来回走倒没事儿。我们这2天感觉早上起来鼻子有冰渣渣。对对，太难受了。走。撤吧。这就冷。是。其实这冷是最冷是才有意思，冷它感觉好像气温好，空气好，空气好是。冷空气好，走吧，这上去。走，谢谢大哥。我跟菲菲在市场转了一圈之后，发现市场特别的冷，然后回头看了看车里，现在零下的16.5度，太冷了。零下16.5度，我看一下现在是几点啊？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50，正中午啊，对，快12点了。现在的户外是16.5度，哇！刚没戴手套，太冷了。这小区都叫冷极乐府呀，这楼看着都冷，四处透风的样子。刚刚酒店就是冷极酒店。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现在在中国的冷极，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根河市。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看外面的气温已经到了零下22度了，这边还是很冷的。
即使已经到了阳历的3月份，还是相当冷。我们决定先去拜访一个神秘的民族，他们被称为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敖鲁古雅鄂温克族史路部落。我们现在已经开车来到了敖鲁古雅史路部落的大门口，这里呢是在根河市的正西方向，大约4公里处。但其实敖鲁古雅鄂温克族最早并不在这里居住。400年前，他们是从现在属于俄罗斯境内的讷拿河一带向南迁徙，到了现在的额尔古纳河流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敖鲁古雅鄂温克族是住在现在的满归镇附近的，距离这个位置有200公里左右。那现在这里是在2003年生态移民的时期，他们整个部落都搬到这里居住的。现在这里边已经开发成一个3A 的景区了，很多游客来这里就是为了来看大兴安岭中的精灵驯鹿。但我们来了这个季节，他们这边好像这个冬天都没怎么开，里面好像在修。我们来的时候呢，这个景区也不收门票了，可以进去看一看当地人的这个民居房子，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和历史。但是鹿今天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现在进去先去绕着这个景区转一圈看看吧。走进敖鲁古雅，随处都可以看到驯鹿的图案。我们刚才在景区大门的时候，大门上面就有一个鹿头。那走进来之后随处可以看见驯鹿的雕塑，并且呢，这边连路灯的上面都是一个鹿角的造型。可能有朋友要问了，鄂伦春族也是驯鹿民族，因为鄂伦这2个字就指的是驯鹿的意思，而春是人的意思。那为什么说鄂温克族才是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是中国目前唯一的驯鹿部落呢？其实呢，在400年前，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同属古鄂温克部落，他们居住在现在的贝加尔湖以东、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地区。但是呢，从17世纪开始，沙俄不断地对这个区域进行侵扰，那古鄂温克部落就被迫南迁。他们从黑龙江以北来到了黑龙江以南的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地区，但他们却在长途迁徙中走散了。据说当时先过江的人用箭头做了标记，不过呢，这个箭头很快就被风吹转了方向，导致后来过江的人就去了另一个方向。就这样，一个民族就这样走散了。而在这次大迁徙中，留在最高山上的就是如今依然在饲养驯鹿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族，而稍微下山的就是现在的鄂伦春族。完全下山的就是牧区和农业区的鄂温克族，他们主要居住在现在的呼伦贝尔市旁边的鄂温克族自治旗，以农业生产和放牧为生。而鄂伦春族在解放后不久就下山生活了。前几天呢，我们在那个18站鄂伦春民族乡那里玩的时候，当地人就说了今年是他们的70大庆，其实就指的是鄂伦春族人下山70周年整。所以呢，如今唯一还在饲养驯鹿的民族就只剩下敖古鲁雅鄂温克族了。那现在的这个敖鲁古雅史路部落里大概有200多人，他们饲养着超过1000只驯鹿。不过呢，也有数据说近些年驯鹿的数量在下降，有人说呢只剩下600多只了。我们现在这个敖鲁古雅的民宿里面转，这边雪超级厚，哇，狒狒好像已经陷到雪里去了。哇，这咋回啊？不好走吗？哎呦天！哎呦我的妈呀，脚好冰呀！哇，根河的雪确实厚，都这个季节了啊！你看那边那个雪，刚才到我的这个位置了，30公分吧。我和狒狒今天来到了敖鲁古雅这个民俗园，是以驯鹿为主题的，但是整个民俗园没有人。像这便利店商场、民宿基本都没有开的。那边还有敖鲁古雅特产商行都没有开门。他这边特产卖什么呀？就是一些鹿制品，像那个鹿奶，还有敖鲁古雅那个列巴。对，因为他们也是之前400年前从那个现在俄罗斯境内搬来的嘛，他们自己也会做那种列巴。有卖鹿茸吗？不知道。
这个景区其实建的挺好的哈。对，而且现在还在扩建当中。现在呢，它不给游客开放啊，就是说它没有驯鹿展示，是因为这景区在做扩建。能看到这边还有是在盖酒店，好像。对，在盖酒店呢。然后这边这个房子是当地人住的，现在全都改成了民宿，还有吃饭的地方，还有工艺品商店。是右手边这些很多的房子，其实他们现在的造型都挺统一的，以前应该也不是这个样子，就把以前的房子为了招待游客嘛，都做成现在这个样子，挺漂亮的，特别有那种北欧的感觉，还是挺美。前面有一个鹿产品店，我们去看看吧。乌日纳特产店，鹿产品、手工艺品。哎，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到了内蒙古之后啊，这边这个店名都是汉语和蒙语的双语了。看一下它经营什么东西啊？走近瞅瞅，鹿茸、鹿鞭、鹿筋、鹿心血、鹿胎膏，然后还有木耳、灵芝、蘑菇、桦树茸啊，这些基本上都是围绕着鹿的一些周边的东西，以及大兴安岭林子里面的，是的，也那个叫什么灵芝、蘑菇这些哈。对，都野生一些植物啊、作物。没开门，去看看去。好像那家开着呢。是吗？去看看。去看一看。咦，这是个真的鹿吗？假鹿的雕塑。这还挺逼真的呢。还有卖一些皮草的，不知道真的假的。都没开吗？家庭接待户。看看去，看看这一家开了没？你好，开门着吗？我们来看看。我们就在这儿住着，生活在这儿。哦，这是你们家房子呀？对，生活在这儿。哇，屋里真暖和。是吗？把门关上。我们刚刚从这几排房子中间转出来了，其实这个就是当地人的居住的房子，很多人都在屋里面，因为外边冷嘛，都在屋里面待着。但是呢，做这种手工品的店没几家开门的了。我们去了其中的一家，那个店主是个阿姨，是蒙古族的，她给我们介绍了好多当地的生活的习俗。这里呢，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哈，不要像我们一样大冬天的跑来，冬天来了，美食也吃不到，也见不到那个驯鹿的。给它喂食还有表演，这什么都看不了。那来到这里最佳的季节其实是6、7、8这几个月，5月最早5月也可以。现在呢哈，听说那个驯鹿全部都在周边的林子里，比如我们昨天路过的满归镇那里，往过来走的那个阿龙山，对，然后还有冷集村附近那些林子里，但我们肯定是找不到的鹿，因为这个鹿比较挑食，它只吃苔藓。所以得养在林子里。那平时呢，游客比较多的时候，可以把鹿拉下来，然后游客不是可以买那个苔藓喂给鹿吗？对，这样的话呢，鹿主人的这个成本就会降低，甚至可以包住，还能再赚钱。但现在呢，游客很少，大家看，今天整个村子就我们2个外地人进来了，所以现在村子里既没有驯鹿可以看，也吃不到那些列巴呀、鹿奶啊、鹿血呀、鹿肉啊，什么都不行。大家以后来还是夏季来比较好一些啊。对，刚才阿姨那边呢，她房子里做了好多的手工产品，对，还有好多桦树皮做的东西，像那种笔盒呀，还有一些筷子呀，是吧？然后那个阿姨她后面还有一个铺子，就像是一个裁缝铺那样的，里面有很多用驯鹿皮做的东西，那个鹿皮做的一张大概是2000左右吧，可以铺在床上，也可以挂在墙上当一个饰品。是，感觉他们当地人啊，把驯鹿不光作为交通工具啊，还作为一个生活的很多必需品的一个来源，挺有意思。经济收入吧，算是。像这个鹿茸啊，鹿茸这几年非常贵，据说啊，1斤在2000左右1斤。然后我们刚看那个阿姨家里有个大罐子，里面装了得有5、6斤那个鹿茸了。对，咱们继续往前面去找一找，鄂温克人最原始住的那个房子，对，叫搓骡子，咱去看看吧。是。
虽然现在的鄂温克族人已经住上了现代化的房子，但是我们在敖鲁古雅部落里面发现了一些当地人以前住的这个错骡子，非常传统的，不过就有点旧了。然后呢，这个里面还建了很多那种错骡子造型的民宿，不过也没营业。我们去看一下它最原始的那个错骡子长什么样子啊？了解一下。哇，怎么了？这一脚下去直接给我，你看，我想上楼梯呢，踩到这个位置还没到头，是，雪太厚了，有点深啊这。咱们只能走这儿了。走楼梯吧，走别人屁股的雪道。雪太厚了。我们看到里面有好多这种错骡子，结果走到跟前才发现这边全部围起来了。这里面就是以前的鹿苑。大家如果夏季来玩的话，可以在里面看驯鹿，就在这个一个小片的林子里面。我们现在站在外围这里稍微远距离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错骡子。错骡子呢，就是我们中国主要是鄂伦春族人和赫哲族他们在游猎或者是放牧的过程中居住的一种临时的房屋。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个错骡子还算是比较大的一个。错骡子的整体的形状是一个圆形的底座，上面是一个锥体。它的高度一般是3米到5米这么高，然后里面那个圆的直径会到4米或者6米这么大。错骡子它的造型是下面一个圆形，上面是一个锥体的这样一个造型，高度会达到3到5米，然后里面的这个圆的直径大概在4米到6米。因为这边属于景区给大家展示性的一个，它里面是不住人的，所以做的也不是很大。我从老远看它挺大的，走到跟前看呢是一个中等的那种比较大的错骡子里面可以住很多人的。错骡子一般是用这个松木搭起它的主体，像这种的话用个10几根20根这个松木，先把它的主体的一个结构给搭起来。那外面这一圈一般用的是桦树皮，但是冬季可能会用到兽皮，比较保暖这种。夏季主要就是桦树皮缠着一圈，比较凉爽透气一些。路边就有一个小的错骡子的一个造型，它是用3根木头撑起来的，但它太小了，你看它下面那个直径可能只有1米的一个圆，那里面那种比较大的就需要用到20-30根大的松木去搭它的主体的结构。我们现在去前面的那个错骡子的民宿酒店看一看，因为这里面全都封起来了。虽然民宿酒店比较现代化，但是可以看到这个错骡子的内部的一个格局，我们去看看吧。刚才那边的小错骡子我们过不去，我们在这边的路边发现了一个超大的，这块好像是整个拿这种错骡子做民宿给游客住了。那现在景区也没有人，一把铁锁锁着门。我们从外观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错骡子里面的，就是这个形状还有大小最大的一个了。它的高度大概在5到6米。然后直径呢也是差不多5米6米这样子，里面看着应该，我觉得跟我们就是在西安买那种1室1厅的是差不多的。这个面积是完全可以放下一个厅，一个卧室，还可以再加个小厨房的，看着很大。只是我们现在进不去。其实我最早看到过这种错骡子的照片，还是在去年。有一位就中国最后的女酋长，来自于鄂温克族的玛利亚索老人，她去世的时候有一张配图，就是这位老人生前站在一个错骡子的前面。这位老人呢，他活了101岁，去年的8月份才刚刚去世。他之前呢就一直是在中国的驯鹿民族鄂温克族生活着，在大兴安岭的林子里面。